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叶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看看我们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2个人之前是同学，到现在我们结婚13年了，我们育有1双儿女。他总认为我处处嫌弃他，总觉得我强势，我们经常吵架，我一度陷入抑郁状态中。我说什么他都不肯听，总认为自己做得对，其实我都是为了他，为了这个家好。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，我希望我们能敞开心扉，互相理解。我不想把日子就这么过散了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李先生35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赵女士34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主持人好，老师好，嘉宾老师好，欢迎2位哈。结婚多少年13年。13年。娃多大？12岁。就1个吗？2个，那个6岁。老大是女孩啊，老二呢？啊，男孩。今天来是要诉苦是吧？对。诉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们2个有很多不理解，我就是想让老师就是说给点建议。现在我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们俩的状态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感觉像亲人一样，很熟悉，但是又很陌生的那种感觉。那你用什么词儿呢？感觉我们2个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，感觉挺压抑的。是生活让你压抑，还是他让你压抑？都有。哦，都有哈。行吧，咱们说点事儿，我们通过事儿来判断为什么不同频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结婚的之前，他家里面给他定的有一个亲。哟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然后之后我跟他谈了之后呢，他就把家里那个亲给退了，退了之后就是也彩礼啊之类的没有退。我婆婆呢，就是从心里面可能我觉得她对我就是不满意。其实从我妈的角度考虑也可以理解，就是你想临时突然间给她换了一个儿媳妇，她肯定心里面会有一点想法，但是到最后还不是把你娶回家了吗？不是，什么叫临时突然间换了个儿媳妇儿？就是他一直没给家里面说。对。你跟那姑娘交往过吗？没有，连手都没牵过。是把我娶回家了，但是我婆婆就是说感觉就是从心里面就是有点，我感觉瞧不起我，因为结婚的话就把我娶到那个偏房，就是属于西房那种，因为我们那边结婚都是要住堂屋的是吧？啊。然后住西屋也无所谓，但是西屋没有风扇。啊。然后我结婚没多久怀孕了是吧？他就把我放在家里，他就出去打工了。然后夏天很热。因为在那个村我也算属于远嫁，周围都不认识，我也没地方去，我就天天在西屋里面，很热的时候我就想跑到那个堂屋里面有风扇去凉快一下是吧？但是我跑回去之后，我把风扇打开，当我去厕所的时候，我婆婆就会把风扇给关掉。就是我去了她就会关掉，就是反复几次我就明白她的意思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再也没去过，然后我就给她讲，我说妈，我想在西屋这边能不能给我安一个风扇？然后他说，等你爸那个回来再给你安吧。但是我爸回来一般都是8月15，那时候都已经天变凉了，知道吗？就是已经用不着了那种。包括吃饭这一点，我婆婆是一个很过日子的人，但是我觉得过日子也不能说我怀着孕那么会过日子，就是一次就会把早晨和晚上的饭都做出来。就是早晨起来打那个面糊，打到一个暖瓶里面，我们2个人他就打4碗，然后我们早晨每人喝1碗。晚上每人喝1碗，中午的时候就是吃一些面条，然后我终于就是说盼着他回来了，是不是7个月左右他回来之后我说我想吃点那种油的东西，就是炒的菜。他第1天回来，然后他就去街上买了一个萝卜，打算给我炒萝卜是吧？然后他就是刚把刀拿起来在厨房切的时候，我婆婆听到之后就问了一句：“你在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想吃炒萝卜，给我炒个萝卜。”我婆婆说：“萝卜是不能炒的，炒的是不能吃的，只能吃条的。”
的钱都给他妈妈，我就感觉我一定要有钱。所以我孩子出了满月之后，我就抱着孩子就去学理发。是老大还是老二？老大。老大。我自己走了5年。你在哪？他妈让他出去打工。我出去打工。那就说这5年你们是一个分居状态？对，他都不知道我的老大吃了多少苦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。因为我带着孩子学理发，小孩子在理发店就是掉东西掉在地下有头发那种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拿着吃，我根本就没有。那我都没办法想象我那5年过得真的，他根本就理解不到那种痛苦。那你不想孩子吗？想是想，因为家里面当时比较穷，我们2个结婚就是下了学，然后就结婚了。当时定亲那个钱也没退过来，我心里面也有点愧疚。就是我想，既然从学校毕业之后，我就不想再伸手给家里要钱了。然后我想就是多挣一点钱，然后把钱还给我妈妈。如果说他真的家里面没有钱，可能这样对我也无所谓，是吧？5年之后，就是因为我婆婆生病了，需要回来，还有一个我女儿要上学需要回来。他就说让我回家开店，说他给我拿点钱。然后我就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他开店拿了4万块钱，然后因为没地方住，买房子拿了10万块钱。我觉得一个农村家里面有10几万块钱，我都觉得很不得了了，知道吗？那么有钱为什么一条裤子？我就觉得不是这种原因，就是心里面肯定很生气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抵抗我婆婆一句话，从来没有。那开了这个店之后，夫妻是团聚了吗？对。也就是说，这7年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，对吗？对。所谓的共同创业，现在还是个理发店，是吗？现在我们加上又做网络一块做。他在里面帮忙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认真听听这7年。这7年你跟他在一起什么感受？这个男人对你好还是不好？这7年给我的感觉就是，虽然我们在一起了，但是感觉心已经变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可能在工厂里面这种就是早8晚5的这种生活习惯了，而我一直就是说。是觉得是给我自己在工作，然后我可能会起很早，睡很晚之类的，可能我的生活没有规律，包括饮食、吃饭之类的都没有规律。他呢，就是特别注重于自己的一个身体，就是跟人家学那些养生，做饭。虽然说我没有做饭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没有做饭？谁做饭？他。你在前面忙，他在后面做饭。对。我们开店之后，相当生活上。比如说做饭都没让他问过事。不是我不问事儿，是因为我要是做饭的时候我在前面做，他就会站这里，我婆婆站这里。哎，这个油放多了啊，这个油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。所以说你们开店之后，实际还是跟婆婆生活在一起。对，还是在一起。包括我家的水，知道吗？我家水都没有白色的，我家的水都是泡的比八宝粥里面东西都全，比那个火锅底料都全，里面放的东西。感觉。那些东西吃了都喝一点对身体好，就是泡点养生茶。孩子吃个麻辣烫都不行，正常的我们都不能出去吃饭，地沟油这不行那不行，麻辣烫都不行。其实他什么都不懂，知道吧？你为什么你的嗓子老是哑？我嗓子哑是因为什么？我嗓子哑是因为我直播我熬的呀。还有他发烧的时候不让我喝药，让等我烧到40度给我试纸放血。有时喝他那个熬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不吃那个什么西药片，他就不行，他就不让吃。为啥呀？一直让我转成肺炎，住了40多天。如果不是我给你泡的那茶，你估计到现在还好不了，知道吧？不是，就是顽固这种，知道吧？我现在我们2个没办法沟通。你告诉我，你在理发店里剪发的时候，他除了跟他母亲做饭，这是他的锻炼呀。剩下的时间他干嘛？早晨起来5点到8点去锻炼，然后下午8点之后就去锻炼到11、12点。包括现在你看我现在做直播带货这边，我去讲东西的时候，我说你中间也跟我学一下。他们就是我下了播就找不到人了。我说咱们2个没有沟通，我们经常出问题，有时候库存不对啊，这个不对啊，到时候后来都得我去解决，造成很多麻烦，知道不？我感觉我养生也没有错，我锻炼身体也没有错。你养生是没错，你一天养生几个小时啊？他这样给我讲的，他说就像跟老板在一起工作，我白天跟老板在一起，你问谁愿意晚上没有还愿意跟老板在一起，他都这样讲。我想有一点自己的时间也没错。白天你想跟老板在一起工作，晚上再听老板叨叨，谁受得了？你把一天的作息你告诉我。早上5点钟起床，6点半，6点半起床，锻炼到几点？9点，锻炼到9点，然后呢？9点，然后如果我们直播的话，就是我在后面给他运营。到几点一般你直播？一周直播几回？直播的话，一周直播2、3次。啊，就是你上2到3天班嘛，是这意思吧？
怀孕的时候，她有老二的时候搞过来，我挺着肚子，因为两边那边我有我开了2家理发店，我要两边跑，想让她起来，我肯定要去帮她是吧？还要去挺着肚子给别人去做饭。你就告诉我结果，那2家店咋样了？都倒闭了。我不支持，不是说我不支持你，是因为你想的这个东西没有考虑那么多，知道吧？我跟你讲这些东西，并不是我嫌弃你，是我考虑的问题比你多，所以才不支持你继续开店的。你现在有几家理发店了？因为干这个网络，我把这个关了，就剩1个。这个店我不想关，我干10几年了，我想让他在那里理发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他从跟我学那么多年，就会剪头发。你说他一点都不学习，我一说他，我不想给女人剪头发。如果你手底下这就是你的单纯员工的话，这员工你还用不用？如果他是我的员工的话，我早就开除了。好，这话说的特别好，把你心里的苦说出来。是觉得这个女人一直压制你吗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还好，就是后来他就是老觉得我管他。他老是看我这也不顺眼，看我那也不顺眼，老是嫌弃我。你指的嫌弃是指什么？咱不从员工的角度说。比如正常的，比如和朋友去吃个饭，他嫌我穿睡衣。你想想，小孩开家长会的你穿睡衣，吃饭穿睡衣，那人家都是老板，你穿个睡衣，你说中不中？对呀、你开家长会你穿睡衣去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又不是拿不上门面。并不是舒服。我如果说说追求舒服，我也不会这样子，我也会穿个睡衣。有时候甚至我连说话他都不让我说。我们朋友一块吃饭是吧？打个比方，吃饭是不是？我们应该谈点这个美食怎么样？人家刚倒一个韭菜馅的饺子往嘴里面一放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韭菜吃了，跟你讲啊，马上把别人送走。你那是讲话，韭菜里面喊什么要喊这，都给你，这个菜也不能吃，那个菜也不能吃，你叫人家吃啥？那本来就是这样，韭菜市面上好多韭菜都是冲药的，他吃了对身体不好，我这是好心提醒他。行，这是因为朋友我才提醒他的，外人我还不提醒他。行，刚才说如果是个员工的话，一定开，对吧？他现在是你老公，有想跟他分开过吗？反正听来听去啊，这个男人现在反正配不上你了嘛，对吧？你自己也有这感觉是吧？他来这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想让别人都知道，省得说，哎，他现在就是比较厉害了起来了，然后是他不要我了，然后这样对他不好。哦。然后这样说吧，当着这么多人，现在是我不要你了，知道吧？我不愿意和你好，行吧？不是，这你看到没有？我现在反而我成长了，是错了，知道吧？我想听到老师们就是说，我让老师说我的这个就是能够表达出来我这个心思，我不是要给他分的，我是要好好的让我们幸福下去。女儿那么大了，孩子那么大了。好，行。哎，那你刚才上来的时候一直说，我觉得心里是亏欠我妈的，所以我要挣钱给我妈妈。你觉得你亏欠她吗？有。亏欠她什么了？当时我妈妈那样对她的时候，我没有站出来。其实现在心里面可能也觉得不亏欠她了吧？扯平了，这么多年你又压制了我，我忍了你这么多，他还委屈，他现在比我还委屈。对呀，我不欠了呀，我该还的还了呀。你现在这么对我，肯定不行啊，是这么想的吗？他就像正常一样对我也可以啊。那不就是我说对了吗？你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啊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叶文老师啊，我想问一下女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你和他分开之后，你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？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家里头已经有2个孩子了，你不用再多一个大儿子，每天你去训斥他，你去提升他，他还挺膈应你的，你犯得着吗？2个人还生气。我刚才就想，我说他开始的时候定亲的那5万块钱，你婆婆因为那5万块钱对你有意见对吧？为什么那个锅要由你来背，要由婆婆来背？你背的是婆婆的情绪，婆婆背的是心疼那5万块钱，对不对？然后结婚了之后，你在坐月子的时候，你吃了那么多的苦，炮口为什么要对准婆婆？那不都是他干的吗？他是你丈夫，他干嘛了？他也没有保护你，你生活里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。生孩子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连条裤子都没得穿，这事儿找婆婆吗？是不是应该谁是你丈夫该找谁啊？谢谢叶老师，米娜老师。促使你泡第一杯枸杞啊，还有各种添加的东西的那杯茶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本身比较胖，然后我给他泡一点茶，就是去点湿气嘛，女人胖就有湿气。然后你是为了他？对。我之所以问这个哈，就是
就是我想知道他的动因里头究竟是来自于，比如他的自私，我就希望保持我自个儿的年轻态呀，让我健康，还是说他的眼里其实是有你的？也是因为可能就是说我胖，他觉着喝哪个东西能够祛湿能够瘦，他也有一点叫啥我的，还有个嗓子。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喝过白水，知道吧？都是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也要有喝得进医院的。所以他可能用的方法不对，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执迷于养生只是为了他自己。所以既然这一切他的动机是好的，做起来有一点让你觉得不舒适的地方，那也没有必要老是指责批评和在人多的时候打压。有一些婚姻关系里头啊，起初的时候两个人觉得我们两个人可能是一样的，慢慢的可能会有一方沦为配件。传统的婚姻关系里头一般都会说女性为配件。这件事儿啊，你现在做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嘛，做好帮手嘛，多带孩子，做好帮手嘛，不就完了吗？就是没想到我的一个这个懦弱，然后在婚姻中没想到承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然后和那么大的伤害。你不要讲那么多，我们这次来，就是因为我们行了，我们都这样说他了。你还不鼓励一下他？你们俩是不是要奔过呀？你是不是要奔过呀？最后一个原则，想听就听，不听就算了。在婚姻当中，能力强的又想过的人，麻烦你让一让，带一带。什么叫能力强？一个好老板是我能带出一批好员工，不是天天训员工。对呀，他就这样说呀，他自己不往前走呀。他说你有本事不是有本事，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们带出来。哎，我带你不走，你这话说的特别好，还把责任推到我。这话说的特别好。但是我跟他讲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给他开了，你看他成不成长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招一个能力特别强的直播运营，我不让你干这件事儿了。爱养生养生，你想创业，我拿钱让你创业，你说多少钱？我是投资人，你怎么把这钱给我挣回来？对不对？开去吧，你自己开去啊，我不管你嘛，你不是嫌我管得多吗？儿子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？除非你害怕他长大了逃跑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可能就是我的一些处理方式，包括一些语言，就是不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一直让我抑郁。还有让我心情不好的，就是我恨我自己，就是太心软，也恨我自己，就是说没有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那种勇气。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家是不散的，我并没有嫌弃你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
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鱼 APP 添加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登录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更有机会连麦他们。叶文老师，你预测一下吧，您觉得他们会出来吗？会，我觉得会。他们俩我觉得都会出来的，但我真的希望如果这个女孩实在拽不动的话，就自己去闯一片天地吧，多好啊！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遭这心干嘛呀？陆琪老师，希望门后面那位女士，你听我一句，今天千万别出来，让你老公好好想一想。我是觉得今天先生很吃亏，他本来呢表达能力也不是特别好，然后又在我们的这一些压力下。他刚刚说自己懦弱，但我觉得好歹这一生里头，他勇敢过了2次。第一次是把妈妈定亲的那门婚事给毁掉，要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；第2次是明知道这个场合会让自己难堪，会让自己最在乎的这一个尊严可能在这儿被打到地上，但是都来了。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可期的，2个人必须出来相亲相爱。我们看他们自我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多美在这。哦，不待这儿啊！哦，不待这儿，走。那眼泪流的呀，那委屈啊！你反正看到了人最真实的一面了。强势的外壳下也有一颗脆弱的心嘛，日子还得继续啊。那我们所有的人就祝他们幸福吧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到现在结婚10年了，我们有1双儿女。从裸婚到现在，我受了很多委屈，老公没什么能力，我需要自己撑起这个家。我老婆和我妈积怨很深，矛盾很多，我夹在中间，真的很为难。有时我真的很累，特别希望有人能帮帮我，到最后连基本的体谅都没有。对婚姻，我有些心灰意冷了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李先生33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；袁女士32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。有请。主持人好，老师好。今天就是为钱而来是吧？我们明确一下，到底是为钱还是为情？啊？为情多一点吧。哦，为情多一点。结婚多久啊？10年了。咱从哪儿开始说？所有的事情，我认为都应该从我们订婚的那时候开始。我感觉这些疙瘩如果解不开的话，我们俩以后的生活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。刚开始我俩通过朋友认识，后来我们订婚，他家问我你们那边彩礼要多少钱？我说我们这边普遍是17000块钱。哦。他说行好，我们定个日子吧，定个日子那天我们过来，咱们就是把这个婚定了。然后我这边，我妈妈通知我所有的亲戚朋友、家里面的长辈，因为他们当天要到场。但是，离我们订婚那天大概有前2天，我老公突然给我打电话说，我家没有这个钱。现在你要愿意定的话，咱们就定亲；你要不愿意定的话，等我以后挣完钱了以后我再娶你。因为当时家里确实没有这个钱，就想着先把这个事办了，完了之后。然后回头再可能是想办法补上这样。我不是图他的钱，
我就说这个人挺好的，那就定吧。然后结婚了，结婚了之后当天，因为我们那边要给这个改口费结婚，我爸爸妈妈就分别给了他一人1000块钱。然后在我们那边给了这个改口费，改口喊爸妈证明我认可你这个人，欢迎你到我家。但是在我们的婚礼舞台上，他爸爸妈妈没有准备。当时我很尴尬，站在舞台上1分多钟的时间，我就说，你要不然先给我一个吧，这样不好看。然后他妈妈就拿出来了一个空的红包就给我了。他不是，当时因为都上台了，他就随便拿着包上台了，包里面是什么都有。他朋友给的份子钱，还有别人随礼的钱，还有一些红包都放在里面了，还有就他的改口的红包也放在里面了。当时就是在找，拖的时间有点久了，主持人在说，他就很尴尬，就随便拿了一个，当时也不知道是空的可能。那婚礼以后这个钱是不是要给到我？你哪怕给我200也行。而且当时我在婚礼舞台上喊妈的时候，你妈都没有答应。这个钱就算了，是不是？结婚你的哥们儿过来，然后随的那个份子钱，现在是不是一直我们在还？当天的时候，这个钱是不是在我们那边要交到儿媳妇这里？因为以后这个钱我们要还，所以说也就是意味着你妈把钱拿走了，现在的钱都我们还。还有就是磕头礼啊，你妈妈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是酒店婚礼，你们俩没有磕头，所以这个钱不能给你们。因为当时的那个钱啊，他都放在一起了，他的朋友随礼的还有什么的都是拿到一起被他给拿走了。时间过了那么久，你后来说我才知道，那时候我怎么再去找他要单独要出来这个钱啊？那我们结过婚之后呢？结过婚之后，你妈处处不满意我，她都说我儿子很有本事，我儿子1分钱都没花，他愿意来我们家，他自己愿意的，我们当时都没有给彩礼就让过来了，能这样跟别人说我吗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他可能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我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啊。但是你应该说呀，我是奔你而来的，你不站我身后，我去到你们家，我身后没有人的，只有你啊。后来，我们生了儿子买车，我妈妈给我们拿的钱，你妈妈说啥？我没有钱，谁有钱让谁拿，拿了以后我照做，反正这是我儿子的车，这是你妈说的吧？后来，我就觉得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不好，因为他从始至终没有瞧上我。我就说我们俩搬走吧，我们不能这样一直闲着，因为生了儿子。我说那我们回到老家，我们去搞点事儿做。你说行，因为当时一个亲戚他在搞养殖嘛。我说行，那我们也养殖。当时没有钱，我妈给我拿钱，我们搞了养殖。在这期间，那个房子很破，露着天。你爸爸妈妈说这个房子你俩出钱修好了。因为你还有个哥哥嘛，给你哥哥前面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给你们了。所以说你们出钱修好了以后，这个房子就给你们，我们不要了。我说好，我说妈，那能不能你帮我介绍一下这边有谁会修这个房顶？因为我刚来嘛，第2年我也不认识人。你妈说自己的事自己干，爱找谁找谁。我当时哭的呀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妈带着2000块钱，我妈找的工人盯着修好了房顶，整整1天。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后来，你爸爸在我面前说：“这个房子，我可没说给过你们任何人哈。这个房子，以后我和你妈要住的，谁也不给。”我说：“爸爸，当时家里面10几口人都在那里，都坐那里，我们把地呀、房呀都分好了，分家了嘛。你现在又说不给我们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我说：“你作为老人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当时你就站在旁边，你一句话都没说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话有的时候你别让我说。”你去说，这一层我们听清楚了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有就是有一年，也就是结婚的第3年，他妈妈生病做手术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找一下哪个医院比较好。然后当时是我们市里面的医院，商丘市的医院。他们家一研究，他们说别了，我们去省吧。但是去省费用要高一点。他家里面当时是没有钱，他家一直都没有钱，我们也没有钱，因为当时我们养殖失败了，赔了几10万，但是我们可以借。需要5万块钱，我们俩借亲戚朋友，借我妈妈的钱，借我们同学的钱，拿了3万块钱。后来手术非常成功，成功了以后，他妈妈要康复要出院了。他们家有一个群，就是他家的一些老表，他说姑姑要是出院的话，以后就是啥也不能干，只能在家里面坐着好好的休养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
我说生命在于运动，我觉得应该多运动运动。他也在那个群里面。接下来他家所有的那些亲戚全部都在那里面骂我，说你们这些养儿子，你们害怕吗？你们都不怕将来你们生病了儿媳妇不给看吗？哎，我给看了吗？钱我打过去了吗？我没有钱我借呀，我啥都没说，就一句生命在于运动。你们全家人发朋友圈骂我，你一句话都没说呀。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有的时候，我也不好去反驳，然后我感觉也没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们做的问心无愧就行了。然后我非要争那个理的话，我感觉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我弱弱的问一句，你们那养殖赔的几十万，那几十万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他家又穷。怎么着了？就不干了。啊，不干就不干了呗，反正干好了嘛，证明了你的能力了。但是，一直很好，一年能挣几十万。我想干，我想继续干。我儿子大了，我闺女大了，我说让他妈妈去帮忙看着，去县城看着。他不去，我们就这个店就没法干。我说你自己干不行，你肯定能干倒闭了。他说我不相信，半年就倒闭了，因为我在看孩子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因为我是兄弟2个。我哥哥家也有孩子，我爸爸妈妈可能在看。这事儿就不说了，2个人解决问题能力就够差的了，没有爸爸妈妈这生意就做不好。按您这说法，城里的双职工都得辞职。怎么说？做买卖就不能要孩子，要了孩子爹妈不管买卖就得倒。那现在做什么呀？现在还是靠我。我做线上销售，直播带货。对。好，怎么样？我在直播。他在照顾孩子，照顾孩子你好好照顾呀。我直播到几点，我闺女儿子就跟着熬到几点。我跟你说，我说不要老是点外卖，你知道吗？主持人，1个星期有7天，他5天和他的朋友在吃饭。
被施的太厉害了。你在干嘛？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收拾那时候。你今年多大了？33岁。我就，哎呀，这个婚结的，你说这怎么了？这就真是无话可说，啊，真是无话可说。行吧，我直接一言以蔽之啊，您是仨娃，这不大儿子吗？二儿子吗？小闺女吗？对吧？所以你也没有结婚，就是因为在你的婚姻当中没有丈夫那个角色，因此我也就不奇怪了。为什么听你讲婚姻讲的都是跟公婆？我特别觉得，你跟你婆婆是结婚了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你们俩打，你们俩交集，你们俩讨论家里的所有事儿，你们俩意见不合，你结婚的对象不是这个男人，这是你儿子，而这问题得解决，怎么解决？你们问老师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老师，对于这样的男人，对于这样没有用的丈夫，我们只有一个做法，就是放弃。但是今天我对你并不可怜，也不同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其实从你心底，你早就认可他这个状态了。你现在抱怨和不满的根本不是你的丈夫百无一用，你抱怨和不满的是你的公婆。一有什么事儿，就把所有的责任甩锅到公婆身上，好像都是因为他们造就了你现在今天这副模样。然后只不过你会婉转的说，你看你在中间不起到什么作用，其实你直接骂的就是公婆。但是我们没有吵过架，我从来不跟他吵架。不吵架不代表不痛恨，不吵架不代表没有仇。你为什么不能直视自己心中的那个恨和那根刺儿呢？我说这些话不是要针对你，我是为了让你放下这些仇恨。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说爷爷奶奶不来看孩子，爷爷奶奶不来看孩子。好，第一，爷爷奶奶没有义务给你看孩子；第二，你爸你妈为什么不来看孩子呢？我弟弟家3个孩子，对呀，都比我孩子小。那你为什么要求他爸妈的同时不要求你爸妈呢？就是我反驳一下哈。因为在中国，就是很多人的传统思想里面，就是爷爷奶奶帮忙照顾一下孩子，小家庭的生活会更好。你就每天看着别人家是这样，别人家是这样，对，所以你就要求我的公婆也得是这样。你在要求别人的同时，别人也可以对你提出要求。是呀，他将来以后他要指着我呀。人家指你什么呀？他有一次生病，你知道吗？生病，他不在家，他哥不在家，我口口声声他嘴里面说。我不恨你了，因为我恨你没有用，我再恨你只会让自己更生气。你做到问心无愧，和你做到放下这个恨之后，活得通透和自在的人是你。所以这就说的，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，宽恕别人，就是宽恕自己；放过别人，其实放过的是你自己。谢谢山鸟老师，陆琪老师。儿媳妇儿没有赡养公婆。
就你说我能挣钱，我能怎么样啊？这个点我不否认，我相信你很强大，但是你依然陷在这个人情社会当中走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商业社会解决，你又能挣钱，你的钱为什么不拿商业社会的规则来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？你反而要一次一次的去向人情社会求助，修个房顶要找你妈，带孩子要找公婆，所有的事情除了人情社会里面给你的支持，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套方法，而兜里揣着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够强大，你认为自己家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只能求助于人情社会，而不是商业社会。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什么是独立？独立就是来自于亲情关系之外的力量，我也可以利用起来。当亲情关系之外的力量，我可以通过我的商业循环，我可以让他们来支撑我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真正的独立起来。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，不需要去什么跟公婆去扯，不需要跟这个男人去扯，你拿兜里的钱去换商业社会的支持和支撑，你和你的丈夫给孩子足够的爱，我觉得已经可以把你的生活给撑起来了。当然，归根结底就是你选错人嘛，但这个错误已经铸就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所以花好你的每一分钱，对得起你的赚钱能力。把所有的爱留给孩子，但是不要给他们制造舒适圈，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，听懂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认知这件事儿非常奇妙。我过去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彩礼，就是陋习呀，这。节目录多了，我突然就想明白了，为什么女方的家长有的时候盯着要彩礼。今天你一说这事儿，我更通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的人心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我得考察他一下。可能要彩礼就是一个人性和人性的考察呀，就这个考察嘛。所以你看，你后来的所有的错误都是来自于这儿。失信于你，你非要嫁，别别扭扭，你为什么嫁？你就告诉我别扭了，为什么还要嫁？因为他答应我，他说以后不是，咱俩好好以后有了吗？结婚这么多年有了吗？不可能嘛。不可能嘛！其实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，就是出尔反尔嘛，这不是欺骗吗？先答应你，你人都通知完了，我把你架在火上烤，你没法撤出这个的时候，你要脸不要脸？你要脸，那你要脸就向我低头，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嘛。你好好反思反思，为什么你们这个全在那儿蒙人啊？房子说给不给，彩礼说给不给？我就不相信婚礼现场能够乱到说，连那个改口费，你说给个空红包，这你们干嘛呢？就欺负人能这么欺负吗？所以别抱怨了嘛，你活得太拧巴了，你想要的得不到，你以为抱怨就可以得到吗？依然是得不到的，对吧？别人沉沦，我跟着沉沦吗？我天天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这个循环圈里吗？干嘛呢？这是我觉得你没想明白的事儿。而且，我觉得好像社会的制度、法律的制度，包括人，其实都给大家准备了退出机制。婚姻也是一样的，与其你那么抱怨，不如去改变。天天在那儿抱怨又改变不了，最后把自己全给毁了，那个特别可怕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咱们俩也有女儿。如果说咱们的女儿重新走一遍我走的这些路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如果说以后在我没有错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站到我这边为我说一句话吗？还是看事儿吧。时间如果倒回10年前，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你还爱我吗？爱。哎，就是他问了一堆最不该问的话啊，就是你自己觉得跟他在一起幸福吗？叶文老师也在问，其实我也在问嘛。你在问他说10年前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时间倒回10年前，你还想嫁他吗？你还会嫁他吗？这不就完了吗？自己得觉醒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
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和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叶文老师预测一下结果，都出来，双出。双出。就枷锁把这些人都锁在一起了，肯定是要出来的，他不可能走嘛。米娜老师，来，快！女不出，男出。对吧？你好歹有点那个，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